巨浪2导弹首次公开亮相，展示了我国战略核力量发展上取得的最新成就，可以说是令人震撼。当时的现场解说词提到，巨浪2导弹是我国第2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，它承担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，潜逆深海，悄无声息，巨浪奔腾，威震海天。请教一下秦先生，巨浪2具体是如何发挥它海基核威慑作用的呢？那么我们第1代的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就是巨浪1号啊，巨浪1号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发展的初期，它的各种性能可能并不是很成熟啊，比如说它射程不是很远啊，这个可能这个各种水下发射啊都属于一种摸索阶段。那么到了巨浪2，也就是说我们2019年阅兵展示的这个导弹，实际上发展到所谓第2代，那么我相信它无论是射程还是它的成熟度。啊，它都是比第1代的巨浪1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飞跃，而且根据我们国家这个装备1代、研究1代、预研1代的这样一个模式来说的话，实际上我们展示了巨浪2，很多评论就是说展示的虽然是巨浪2，但是我们可能更新的巨浪3导弹也已经在研制过程当中，甚至有可能巨浪3已经很成熟了。那么巨浪3比起巨浪2，有可能在它的射程。啊，这个包括多弹头能力、命中精确度啊等等，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提高。巨浪2，我个人认为它也是我们的中坚力量啊，而且它相比之前的巨浪1已经成熟很多了，完全可以担负起或者胜任我们国家目前海基核威慑的这样一个重任。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，美英法苏相继研制了自己的核潜艇。新中国为打破核垄断的威胁，毛泽东毅然地提出，核潜艇1万年也要搞出来。请教一下曹先生，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，新中国为何对研制核潜艇有如此大的决心？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们就参加了这个抗美援朝作战。那么当时呢，美国曾经用核武器来讹诈或者威胁我们啊。那当时我们这个一穷二白，而且也没有核武器。那么这个呢，实际上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刺激。为什么要研制核潜艇呢？因为啊，在3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中，这个陆基的啊，就是陆地上的发射井这样的这个核武器啊，是第一波最容易被摧毁的。它被对方主动打击之后啊，生存率都不超过10%，而只有海基的核力量可以生存率超过70%、80%，甚至于达到90%。而核潜艇呢，它通常是要先研制攻击性的核潜艇，就是核动力的潜艇，然后才能够研制就是核动力加上就是核武器，就是弹道导弹这样的核潜艇。我们这个领导人下了决心，就是要研制自己的核潜艇。实际上呢，我们也按照就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这样一种精神呢，我们研发出了自己的就是攻击性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，所以打破了就是帝国主义对我们的这种封锁、垄断和核讹诈。在我国第1代核潜艇的研发过程中，4位总设计师功不可没，他们分别是黄旭华、黄伟禄、彭世禄和赵仁凯。请教一下秦先生，中国研制第1艘核潜艇主要攻克了哪些难题呢？为什么说我国首艘核潜艇研制成功是一个奇迹？这是我想提到第1点，就是说你本身从开始设计就遇到很大麻烦，因为你没有可参照的实物啊。再说第2点，就是说制造了，我们真的是一穷二白。这工业水平非常之低下，那么核潜艇它又是要求一些很高要求的技术。你比如说你的这核反应堆，核反应堆它牵扯到安全性，是吧？你安全性做不好，它也有辐射，包括你一个阀门的密封性，你要做不好，都有可能造成安全的事故。这跟西方国家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底子比较厚啊，他们材料啊，这个机加工啊，他们这个整个的工艺水平都很高。但至少我们最后都攻克完成了。从逻辑上判断，就是说。我们制造第1艘核潜艇之前，我们常规潜艇我们是可以制造的，因为我们从苏联引进了技术啊，所以常规潜艇我们是掌握的。所以对潜艇的一般的构造，比如说潜望镜啊，什么这个鱼雷发射管，这个我们是了解的啊。当然，对核潜艇来说，最重大的问题还是它的核反应堆的问题。如果核反应堆如果做的小型化啊，大功率，然后又能安全这个避免辐射等等，这个带来的一系列挑战，包括对潜艇的重量、重心，因为我们知道核潜艇很重啊，所以带来的一系列重心的不同和常规潜艇的不同，这个是最大的挑战。但是我们最后都一一克服了，所以创造了这么一个连西方人都认为不可思议的奇迹。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中。